白医生，他怎么样了？不会真的像大家说的那样会死吧？小伙子，既然你跟他认识，又不是我们村子的人，你们是从哪来的？医生，我们是从幸福镇来的，来沙雕村找人。我昨天到的，金叔昨天有事耽误了。本来我们约好今天碰头的，但是却没想到他受伤了，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小伙子，用不着骗我。虽然我不知道你们要做什么，但是作为医生，我知道你们肯定不是普通人。这个人的伤非常重，正常人失血几分钟可能就会死，但他却至少撑了5-6个小时。虽然山里也有草药，但他的伤口上却没有药草，而且一直到现在，他的身体出血量都很缓慢，包括我在给他做缝合手术的时候。所以这让我想到了一种可能，你们是不是用了鲁班止血的邪术？鲁班止血的邪术，鲁班术，金叔应该是会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，但眼前的这名医生怎么也懂这些？奇怪，医生，我只是个普通人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是鲁班术，我只想知道现在他这个样子还能不能活呀？看情况啊，如果能撑得过今晚的话，那还有机会。不过你们最好还是去镇上的医院比较好，我这里毕竟条件有限，只能进行简单的伤口处理和消炎。不过村子里去镇上的车要到下午才能到，所以你们还得等等。这样吧，你看着他，如果醒了可以给点水喝，我去外面采点药草回来，给他消消炎。金叔，金叔，能听到吗？你可不能死啊！你要是死了，谁来救我呀？我身上的这些事还没弄明白呢，你可不能死啊！金叔，你醒了。小娃娃，我搞砸了，我没抓住他。金叔，你快别说话了，白医生去采药去了，你先好好养伤，等你好了再说。不，没时间了，你听着，殷老爸已经吸食了太多山里的阴气，他吸不够就会跑到村子里来害活人，到时候见人就咬，谁也奈何不了他。我已经报警了，最迟明天警察就会来封山，到时候你可能就走不出去了。趁现在，你抓紧时间离开村子。不，金叔，我不走。殷老八是我带出来的，他变成僵尸我也有责任。现在他要下山害人，让我一个人跑，我办不到啊！当初没有救下大巴车司机，我就已经后悔了。我不想再让人白白送命了。哎，你这个娃娃怎么不听劝啊？你为什么这么固执？金叔，我不会让你死在这里的。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圣母，但我不忍心看到有人因为我而失去生命。哎，孩子，你心中有大善啊。不过这跟你没关系，都是殷老八那个畜生早就计划好的。要说责任，那也是我不应该当初让你进八宝饭店带话，不然你也不会卷进来了。哎，只是殷老八他成功了，我活不久了，我再也见不到我的女儿了。金叔的女儿，金叔，这件事和你女儿有什么关系？咱们不是来找小玲的吗？你和殷老八的仇恨到底是什么呀？好孩子，你可真有意思，我也好久没有碰到你这样的人了。哎，从我记事起，我就跟着师傅四处流浪，后来师傅死了，我就自己一个人，后来不想再流浪了，我便定居下来生活，但我却忘了学法之人是不可能善终的。果然在结婚没多久之后，妻子难产而死，只留下了一个奄奄一息的女儿，不仅有病，而且天生失明。我已经失去一切了，自然不能再失去女儿，于是我便用自己的方法救女儿的命。我走了很多地方，找了很多大墓，想要以阴养阴来破除天命，但过程中我失败了。我遇到了跟踪我的殷老八和张大壮，这两个人在墓里面乱动机关，酿成大祸，结果张大壮死在墓中，殷老八抱走了我的女儿，还偷走了我的秘籍，并把我困在了墓穴之中。可怜天不亡我活了下来。但是出来之后，殷老八已经离开沙雕村了，我找了他好多年，才在八宝饭店找到了他。这些年他自学了很多邪术，貌似也结交了一些有能力的朋友，我不能近他的身，只能暗暗观察。我隐约感觉我女儿还活着。金叔，我听村子里人说，殷老八20年前带回来一个小女孩，还给她取名叫金妍妍，是您女儿吗？什么金妍妍？我女儿叫金雪，应该是这该死的老八自己另起的。后来我打听后才知道，他们把我女儿交给了一个叫小玲的人养育，所以我才来到沙雕村追查。当然，也就是这个时候在旅店碰到了你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小景，这件事本来和你没关系的，却没想到把你卷了进来。金叔，事已至此，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？我本来想着来这里让小玲帮我解决身上的问题，没想到你也发生了这样的事情，我现在已经不知所措了。还有，你一直都说我没事，可我没事，为啥你还非要让我来沙雕村呢？小景，说出来你可别生气，你是我见过的内心最善良的人。善良的人都比较笨，其实也不是笨，而是不善于心计。所以我其实也是利用你找出小玲，然后当面问问她我女儿到底在哪里。因为我怕打草惊蛇，所以就让你先来村子里了。这样一来，咱们双管齐下，希望肯定也会更大一些。不过现在说什么都晚了，我已经无力回天了。尽管我用了鲁班止血咒术，但最多也只能维持3天左右。3天之后我必死无疑，因为我现在的身体也快僵了。金叔，你别跟我开玩笑啊！
一个殷老八已经够头疼了，你要是再变成僵尸，那还玩个屁！直接让沙雕小道士写大结局算了，死因被僵尸咬死，所以你可不能变成僵尸啊！小景啊，其实我20年前就已经把生死看淡了，这么多年我一直都活在仇恨里，如今死到临头，人生还有2大遗憾：殷老八死了，但他的魂魄会在头七的时候回来，所以我一定要在那时候问他我女儿的下落。小景，你扶我起来。金叔，你都伤得这么重，为啥要起来呀？主要是躺着太难受。那个什么，你听我说，你带我去村子里找个没人的地方，我想在剩下来的这几天时间里，把我学的东西都教给你，不能让道法绝了传承。小景，你愿意做我徒弟吗？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我也能成为像金叔那样的道士？我操！如果这件事是真的，那也太酷了吧！金叔，我真的可以吗？村长啊，张大胆说的不错，这熊瞎子不整死，咱们村里的老少爷们都不敢出门了，所以我们决定召集村里的爷们一起去山上把熊瞎子给弄死，就像当年一样。是啊，村长，不然等再有人受伤的话，那就来不及了。那既然你们都这么说，行，我家里还有把猎枪，我一并给你们拿上。那个什么，小伙子，我们先撤了。既然你是这位伤者的亲属，那你们自己处理吧。好的，村长大叔，谢谢你们了。小景，你刚才不是说殷老八家没人吗？你带我过去吧，咱们这几天就住那里，这里人多眼杂，很多事情还不方便说。可是你这身体行吗？我听白医生说，你肠子差点都流出来了，你确定你可以行动？别说废话了，你当鲁班叔是浪得虚名吗？金叔，你就在这好好休息吧，我去张大胆家要点吃的，你这不吃东西也会饿死的。哎，谢谢你了，小娃娃。没想到我在临死之前居然还能遇到你这种人，老天爷待我不薄啊！您老好好休息吧，我去就回。哎呀，我以为什么事呢？你等一下，我这就去后屋给你盛点。不过伤者好像不能吃饭，我给你下点面条，你一并带过去吧。等我一会就好了。不是吧？我前几天还看见二狗坐在村口的，怎么回事啊？刚才我跟张大胆他们几个准备去后山找熊瞎子，没想到在一个小沟沟里面发现了二狗。好家伙，已经不成人样了，浑身都是伤，已经死了，血都还没干。这熊瞎子估计就在村子旁边晃荡了。二郎，最近这2天大家都小心点吧。村长让我回来拿几把铁锹，准备在后山老坟圈子那边挖个坑把二狗给埋了呢。不跟你说了，我还要干事呢。什么意思？二狗死了？难道是昨天我来村子里用棍子打我的那个傻子？张大胆还说他是守村人，怎么就莫名其妙的死了呢？难道也是被殷老八咬死的？小景，来，都做好了，你拿回去吧。下午要是不忙，我再弄点汤给你们送过去。谢谢小玲阿姨，那我回去了。人见我忧，鬼见我愁，老君做洞口，有血不敢流。金叔，就念一段口诀，你的伤口好了，眼睛上都没有血了，这也太猛了吧！小景，你说的不错，我们这一门正是鲁班门，相信你也听说过鲁班，大家都以为他是个木匠，但实际上他是一个发明家，更是远古时期的军火商。因为他不仅制造民用器械，还帮助国家制造武器，所以木匠这个职业才受到重用和尊敬。于是鲁班写了鲁班书，又叫缺一门，分为上中下3册，对应了造器、术法和破解3种学科，目的是为了让天下的木匠都受人尊重。如果你对来你家干活的木匠不尊重，他便会偷偷施法，轻则破财，重则人亡。居然还有这么神奇的事？那为什么上午白医生说你用的是鲁班邪术，为啥又说是邪术呢？这件事情其实是个诅咒。相传鲁班有一次制造了一只会飞的鸟，只需要通过念动咒语，它便可以一直飞行。于是他妻子坐上去玩耍，没想到飞到天上之后，他妻子突然分娩，下体流血，掉在木鸟之上，破了法术，妻子从天上掉了下来，一尸两命，连孩子也没了。于是心痛疾首的鲁班认为是自己的邪术害死了妻子，后来便对鲁班书下咒，任何学习鲁班书的人都要遭受鳏寡孤独残的痛苦折磨，来警示后人不要学习鲁班书中的术法科目。实际上鲁班书依旧存在，那些邪恶的法术也存在，只是因为鲁班下了诅咒的原因，很多人不敢学。当年我师父教我的时候也不让我学，我也是偷偷的学了其中的一些，所以才会了这止血咒。如果不是当年偷偷看过，就算我是超人，恐怕也必死无疑了。你知道吗？当初我让你带话，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的意思就是我要来找我女儿了。他也知道我的实力，所以他才自断筋脉变成僵尸，让你送他来沙雕村。在这段时间他算好了我肯定会接近他，但他已经变成僵尸了，足以对付我，所以我还是中了他的计。这个殷老八不管是活着还是死了都一样阴险。原来大叔和殷老八之间的恩怨这么深，学会了术法之后是不是都会变得阴险呢？对了，金叔，我刚才去张大胆家要饭的时候，听到有几个村民在讨论守村人死了，你说是不是老八已经到村子里了？肯定是的呀，不然无缘无故为什么会死人呢？
只不过我现在这个样子根本对付不了他。不对，你说什么人死了？守村人？这个村子里面有守村人？是啊，金叔是一个傻子。我昨天晚上来村子里的时候，第一个遇到的就是他，他还要拿木棍打我呢，不过被张大胆赶跑了。刚才听村民说他死在后山的水沟沟里，你说他如果是被殷老八杀死的，他会不会变成僵尸啊？那如果他变成僵尸的话，那岂不是就会有2个僵尸？要么咱们现在就跑路吧。不，那个小景，你去看一下那个什么守村人是不是真的死了，看一下他是不是被埋了。如果他真的是守村人，而且死了，没准咱们还有一线生机。一线生机？金叔啊，你说的什么一线生机？什么意思啊？实话跟你说吧，我必须要在殷老八回魂的那天晚上抓住他，然后想办法逼问出我金雪的下落。但我之前已经报警通知了有关部门，所以村子肯定会被戒严，我才让你今天离开。但你既然不愿意，那我也没办法。起初我是想着把自己也练成僵尸，用僵尸对付僵尸，肯定能拿下他，所以我才迫切使用了鲁班秘法中的养尸术，而不是普通的止血术。但如今你却说守村人死了，那就让这个守村人变成僵尸吧，反正他生来就是为了守护村子的，如今死了也算物有所值。莫非金叔你的意思是把二狗用养尸术也练成僵尸，然后让二狗去对付殷老八？不错，所以这样一来我就不用死了，有二狗这个守村人僵尸，再加上我的法术，相信一定可以拿下殷老八。不过如何把二狗的尸体弄过来却是一件麻烦事情。这样，小景，你现在去后山看看村民们把二狗埋在什么地方，然后晚上我跟你一起去刨坟，把二狗的尸体拉过来。金叔，刨坟？这刨坟是不是不太好啊？没有其他办法了，这样做也是为了整个村子，事后咱们再给二狗重新修缮一个坟墓，事不宜迟。你赶紧去看看，不然到时候找不到地方，别挖错坟，那就坏事了。好吧，那我去后山看看去。